我是江湖中让人趋之若鹜的神秘幻梦师，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，就可以在我这里换到任何梦寐以求的东西。这天，我的幻梦屋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，我的丈夫季璇。我紧了紧脸上的面具，故意压低嗓音：“这位公子，请问你想要换什么东西呢？”季璇拿出一幅画卷，上面正是他的小青梅。我要他这一辈子都荣华富贵，再无烦恼。他毫不犹豫，用我妻子余生的健康来换。话音落下，我僵住了。我与季璇刚成婚不足1个月，那画卷上的人是3个月前来投奔他的小青梅。我心思混乱。众所皆知，幻梦交易须得付出代价的一方亲自到场，或者拥有其确切的亲密之人的身份，比如血亲亦或伴侣。难道季璇的突然求娶就是为了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？季璇皱眉，是筹码不够吗？他便再次毫不犹豫的加码，再加上我妻子最珍贵的情感，够了吗？面具下的脸僵硬难看，我只觉得桌下的手脚都在发冷发抖。我故作镇定，却还是没忍住问：“那可是你的妻子，这样真的值得吗？”季璇沉默了一下，脸上竟也有了些许疲惫。这是我和他欠阿韶的此事，总之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弥补他。我遍体生汗。季璇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补充：“你尽管放心，这桩交易我的妻子她愿意的。”什么？我的疑惑骤然止住。我突然想起，出发的前一天，季璇难得温情，他抱着我似是而非地问了一句：“乔乔，如果我必须要去办一件事，但需要你付出一些代价，你愿意吗？”那时的我被季璇的温柔冲昏了头脑，欢喜地答：“当然，为了你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”我沉默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季璇生疑。季璇利剑似的眼神扎来，还是说大名鼎鼎的幻梦师不愿做我这桩交易？暗微的利刃不知何时架在了我的脖颈之上，我的呼吸一停顿，刀刃便更近了几分，沁出了几抹血丝。看来这次他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势必要达成这桩交易。我苦笑一声，可以做。看着季璇满意离开的背影，我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对他说：“7日，交易会在7日内转换完成。7日内，你妻子的身躯会逐渐衰弱，最珍贵的情感会逐渐淡去。你若是后悔了，7日之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”我是在第2日回到家的，比季璇快了一步。季璇回来时，我正恍惚地杵在门口，吹着冷风，怎么不进去等我？风大也不怕着凉了。季璇脚步急促，将大围披在我身上，他脸上的关心是那么真切，我联想到了连日来季璇对我的嘘寒问暖。季璇抓着我的手深情款款：“乔乔答应我，至少在7天内一定要保证好自己身体的健康，好吗？”身心都突然从曾经的温情中被拉回，我如坠冰窖，一时间竟连牙齿都密密麻麻地打起颤来。季璇皱起眉头：“竟有这么冷吗？”他替我暖着手，却朝屋外大吼：“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冷着夫人了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”7天。季璇疑惑地看着我拽着他的衣角的手，我咬牙：“为什么非要7天内要我照顾好自己的身子？”季璇表情一滞，若无其事地答：“傻瓜，我当然是希望你的身子时时康健，只是近段日子我事忙，怕抽不出空来照顾你，这才额外叮嘱你啊。”季璇靠近我，无奈地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今天一定留下来陪你。”侯爷，不好了，叶韶小姐梦魇了，哭得谁都劝不住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未说出口的话被截断，季璇毫不犹豫转身离开。阿轩，我固执地揪着他的衣角，语气几近哀求：“你说过的，今天陪我。”季璇残忍地掰开了我的手，语气冷了下来：“乔乔，别那么不懂事，别那么不懂事。阿韶被家中牵连，现下正是需要人陪伴的时候。苏乔，争宠也要有个度，心一寸寸凉掉。”我愣愣地盯着季璇远去的背影，季璇大概是忘了，我明明早也是一个需要人相伴、无家可归的孤儿了。身旁的侍女看不下去，她焦急地喊了一声：“夫人，这都是这个月第几次了？但凡侯爷想同你亲近亲近，他便不是梦魇，便是胃疼。若是以往，甚至是刚刚，我都还是满心不甘。可不过几息之间，我能感受到体内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流逝感，昭示着某一交易的存在。与之一同被带走的，还有我满心的不甘。算了，我最后只喃喃道：“第3日，因为幻梦交易的缘故，我能感受到我向来康健的体魄很不舒适起来。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，破天荒地做起了梦来。醒来时，我发现枕巾湿了一片，可是我心中竟是些茫然的悲伤。没等我适应这份情绪的转变，季璇的手掌先一步抚了上来。做噩梦了吗？我试探。季璇，我这2日时觉身体不适，我私藏有千金，能否带我去江湖中大名鼎鼎的幻梦师那里？季璇的脸色变了，他打断我，须是小小风寒：“乔乔，你何时如此大惊小怪，挥霍无度？”我被他突如其来转变的态度打得有些无措，似乎也是意识到自己态度的不妥。季璇缓了缓语气：“我只是觉得如此程度不值得你小题大做。与幻梦师交易的机会千载难逢，几乎人人只有一次。要是哪天你真得了什么天下医者都束手无策的重病，却没了这救命的机会。”季璇宠溺地看着我：“你可要我上哪儿哭去？”不是的，他只是怕露馅儿。我的心呐喊着，可我的嘴却僵冷的说不出一个字。天哪，苏乔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僵局被打破，叶韶进来便惊呼着表达关心。不过他根本不在意我的回答，只自顾自道：“说来也怪，苏乔，你这边倒霉了，我的气运倒是节节攀升了，我便要进宫做那圣女了。”叶韶掩面娇笑着眨了眨眼：“苏乔，你说如此巧合，像不像是那幻梦师的手法？”我不可置信的抬头，他都知道，阿韶不可胡说。季璇佯装训斥，面上却是带着笑，转头对我若无其事道：“你别在意，阿韶他不是故意的，可他分明是故意的。”苏乔，季
玄不悦的口吻好似从极为遥远的地方传来。阿韶，他不过同你讲个玩笑，你刚刚摆着一张脸给谁看？你驾驭我左右不过1月，怎变得一副如此仗势拿乔的刻薄模样？季玄满脸失望，警告道：仅此一次，若下次再被我知道你给阿韶脸色看，定不会就如此算了。我看着季玄追逐着不知何时哭着离开的叶韶，步履匆匆，后知后觉地泛起满心悲凉。可没一会儿，我发觉自己竟连这些悲凉都稳不住了。情绪散去，我苦涩一笑，定了定心神，朝院中角落呼唤：我知道你在。第7日，待我剥离完情绪，便带我走吧。我道。第4日，身体明显孱弱的趋势很不好受，我决心出去走走。侯府中有一处花圃，那是我出嫁那天季玄完完整整的从我娘家小心移来的。也许那时的季玄却有几分真心，可现下我只看到一地狼藉，曾被人精心照料的月季零落一地，是季玄为了讨叶韶欢心，正随他撒着玩。瞧瞧，季玄看到我时眼神一慌，苏乔，我不日便要进宫，看这些花实在是新鲜，我不知道你会那么在意。叶韶抢先开口，很有些无措不安。季玄登时心疼起来，他不满道：苏乔，等阿韶进了宫，便不得不守那些破规矩了。眼下这几朵花，日后我10倍100倍的赔给你。我怔怔的看着他，最后未发一言的离开了。回到院子时，意外发现房门口围着不少人，手脚麻利点，小心别磕坏了。季玄正命人小心的将我房中的黄花梨床榻往外搬。阿韶身子不好，近来更是常常睡不好。季玄主动同我解释起来：你向来身子康健，这床安神于你而言用处不大。我张了张嘴，只觉得力气又逝去几分。季玄怕是忘了我身子的康健早已被他当作筹码换了出去。季玄好似早已想好了下一步应对的说辞。可现下我一声不吭，他却不自在起来，欲言又止了好一会，最终只在匆匆离开前道了一句：乔乔，我之后定会补偿你。大概是这次的搬床事件着实兴师动众，府中上下的人都有目共睹。当天的晚膳时分，便有人来对我落井下石了。被冷落的货色，当然只配吃冷掉的馊饭。等叶韶的侍女冷嘲热讽的奚落完，叶韶才施施然的走近。你的价值也仅限于此了。叶韶漫不经心的上下打量我，恶意满满的开口：你原本入宫的机会，你引以为傲的健康身子，不过都是我的移动补给包罢了。原来是进宫成为圣女的机会，我总算明白了。季玄口口声声说我欠他是如何欠下的了。我苦笑于自己的眼盲心瞎，贱人，你笑什么？没有得到期待中我崩溃的反应，叶韶亲自上前狠踹了一脚我的小腹。若是换作以前，我当然躲得开，可现在的我只能喘息着躺在地上，一声不吭，以尽量避免激怒对方，再换来一顿毒打。第5日清晨，季玄沾着满身露水砸开房门，将还痛苦蜷缩在榻上的我生生拖下床。苏乔，你怎么敢的？不过是一张床榻，你竟摆出当家主母的架子，要将叶韶赶出去。季玄满面寒霜，我记得我提醒过你，再有下次，我定不饶你。叶韶的抽泣声适时的在门外响起。季玄哥哥，是我不好，我留在这里无名无分。苏乔定是看我碍了眼，我实不该在这里多叨扰了。我不敢置信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不过是一张床榻，在你眼中，我气急攻心，竟是咳出了血，目光触及我衣襟上的血迹。季玄蓦的神色一滞，可随着叶韶的疑问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咳血？就算没那么康健了，也不至于病来如山倒吧？季玄很快回过神来，他冷笑着：是，不过是一张床榻。苏乔，你身壮如牛，装什么柔弱？阿韶只不过讨要了一张床榻，你便如此容不下？来人，将苏乔的床椅被褥全部撤去，他竟要如此故作姿态，便由得他睡在这冰天雪地中。心中的隐痛逐渐麻木，我迟缓的低头，兀自感受着心中的冷，好似已经争不过身上的冷了。第6日，我听到墙角的侍女大肆炫耀季玄对叶韶的紧张。叶小姐不过是提了一句喉咙不适，侯爷便紧张的大动干戈，将全城最有名的医者请来，为小姐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不像在这里天天吹冷风的某些人，整日装得病恹恹的，空占着侯府夫人的名号。可笑根本没有人关心他，我没有搭理，只默默缩了缩冰冷的手，心中的悲伤竟已微不可闻。第7日，依旧是熟悉的侍女，她毫不掩饰的得意。侯爷真是将叶小姐当眼珠子疼，离进宫分明还有好一段日子，却早早就开始到处搜罗奇珍异宝，生怕小姐在宫里过得无趣。那金银珠宝贝的丰厚的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聘礼。我恍惚间想起曾经季玄前1日漫不经心的问我是否要放弃入宫，从今以后跟了他，收到我欢喜的应和。第2日便上门求娶，聘礼备得微薄又匆匆。可笑那时的我被得偿所愿的幸福感冲昏了头脑，只满心以为他是太过迫不及待想娶我进门。原来爱与不爱如此明显，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我的身体好像掉了眼泪，为这片真实的泥淖哭泣。可我只是愣愣地抹了一把脸，凝视着指尖的湿润。我只觉得疑惑，子时已过，屋顶一直潜藏着的身影悄然落地，神情复杂地看着我。转换完成了，我静静地答：是的，我们走吧。然后再没看身后一眼。端坐在幻梦屋中，我透过铜镜看季玄正陪着叶韶逛街，这是一家成衣铺，莫名的季玄感到一阵心慌，这令他有些心烦意乱。叶韶叫了2遍，他才反应过来。啊，好看！季玄的视线回归，回应着眼前娇俏的姑娘，目光忽然一凝。叶韶的正后方挂着一件雅丽的华服，掌柜的将那件取下来。季玄道：谢谢季玄哥哥，你对我真……你觉得苏乔会喜欢吗？季玄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那件华服，脑海中想象着我穿上的模样。没等叶韶回应，他便自言自语道：说起来，成婚1月，我竟连件像样的首饰衣物都未送过苏乔。苏乔向来清丽端庄，穿这身定会好看。叶韶的笑容僵住了，半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抱着季玄的胳膊撒娇：季玄哥哥，我也喜欢这件衣服吗？往常只要他开口，无论是什么，季玄都会双手奉上，可这次他没能如意。季玄只是摸了摸他的头，道：阿韶别闹，这套衣物的风格不适合你，我再给你看旁的可好？叶韶只能僵硬着嘴角应下了。一直到了药房，叶韶都故意表现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换作以往，季玄早已细心的凑上去软身哄了，可这次季玄却愣是没有发现异常。叶韶挑挑选选了一大堆，余光瞥见季玄正愣愣的看着一旁的药材，安神的。叶韶想到前几天自己
己有提过的失眠，心中又涌上几分窃喜。可下一瞬，季璇却开口：“这份药材打包起来，来人跑一趟侯府，将药煎了带给夫人。”叶韶只感觉自己的脸被无形的手狠狠抽了一巴掌，他气急：“季璇哥哥，我也很需要这药。”叶韶强调，随即又委屈起来：“难道在你心中，苏乔比我重要了吗？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了他？”季璇愣住，好半天他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他定了定心神，无奈哄道：“阿韶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保证苏乔的健康，这样才能保证幻梦。”季璇突然顿住，他恍惚了一下，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总之，阿韶，这都是为了你呀。季璇强迫自己专注地看着眼前人，伸手抚了抚叶韶的发丝。叶韶满意了，然而嘴角还未完全得意的勾起。不远处，跑去送药的下属面色惊慌地赶了回来。侯爷，不好了，夫人不见了，只留下了一封和离书。季璇只觉耳边嗡声一响，手中拿着的药材骤然被松开。和离书3个字在他脑海中回响，他像是没听懂话似的，茫然地要下属再重复一遍。你说什么？下属已经冒起了冷汗，回答得颤颤巍巍。禀侯爷，等属下回到小院发现不对时，已迅速派人将全府上下找了一遍，到处都没有夫人的踪迹。荒唐，怎么可能呢？苏乔是那么爱他。季璇至今都还记得他漫不经心地向苏乔求娶那日，苏乔满心欢喜的神色。他暴怒起来，一脚踹在下属的心口。混账，胆敢挑拨本侯和夫人，说人去哪儿了？下属的头埋得更低了。如果我在现场，定能认出这是那日幻梦屋内将利刃架在我脖子上的那位。下属回答得惊惧万分。侯爷，府中布防严密，能悄无声息地将人掳走，恐怕只有江湖上神秘的幻梦屋能做到，并且若是没有夫人的配合，侯爷，下属斗胆猜测，或许夫人是已经知晓，所以才……季璇甚至感觉自己的面色都有些扭曲了。他厉声斥责道：“愚不可及，竟敢咒本侯与夫人，你懂什么？你家夫人，她愿为本侯付出一切，哪怕她知道了什么，也绝不会。”愤怒的话头蓦然止住。突然，季璇意识到交易的内容包括了我的部分情感。季璇从未如此心慌过，他没发现自己的手都在无意识的颤抖。但与之相反，叶韶听闻之后面上一喜，紧接着便拽着季璇喜滋滋道：“季璇哥哥，不过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罢了，我还没逛够呢。”季璇却神思不属地拒绝了。苏乔不见了，乖，现在不是逛街的时候。叶韶不高兴起来，他大声道：“不过是一个用来保证我荣华富贵的筹码罢了，让下属们去找不行吗？不准任性！”季璇竟然冷了脸色，他抽出了被叶韶挽着的胳膊：“阿韶，我一向只把你当妹妹，不日你便要进宫，我和苏乔欠你的也都还完了，现在苏乔才是我唯一的妻，今后也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。”叶韶简直不敢相信季璇的态度，明明为了他后半辈子那虚无缥缈的荣华富贵，他宁可将我实打实的身体健康和情感毫不犹豫的舍弃。可这次明明我已全然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可季璇却头一次为了我不管不顾地丢下了他。季璇，你回来！叶韶带着哭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可季璇充耳不闻，他满满都是心慌意乱。直到再次踏入我之前所住的小院，季璇才惊觉几日不见，此地竟有如此荒凉，寒风簌簌，可屋子里竟连一张床榻、一床薄薄的棉被也没有，更别提炭火了。季璇心乱如麻，转身却碰掉了桌上的食盒，没被动过的馊掉的饭菜被打翻在地。季璇蓦然暴怒起来，他一脚踹翻了一旁颤颤巍巍的侍从：“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如此苛责夫人？找，掘地3尺也要把夫人给我找出来！”季璇心里慌得无法控制，可他强行安抚自己，喃喃道：“乔乔定是生气了，也对，是我混账，这几日冷落了他，竟没发现连下人都如此苛责。”季璇的神色又狠厉了起来：“贱种，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？”他觉得如果没有下人的如此举动，我定不会就如此离开。他更觉得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是谁在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情分？是从起初还抵死不认，是匍匐在地疯狂地诉说自己的罪孽，是自己落井下石，是自己有眼无珠，直到冰冷的刀刃落下，院中人呼啦跪了一地，终于有人扛不住，是叶韶小姐命我们这么做的。她说侯爷您早已厌弃了夫人，迟早会将其休掉，这么做只不过提前让夫人知难而退，好不损侯爷您的名声。一桩桩一件件，包括叶韶当初光天化日待人嚣张地欺辱我，却再回季璇那里倒打一耙，包括恶意抢走我所有的东西，为了报复曾经被选中入宫的是我而不是他，包括命下人无止境的刻意羞辱与苛待。他说季璇不过是我的一条狗罢了。侍从转述着叶韶得意忘形时所蹦出的话，只要我招招手，他还不是能将苏乔的一身傲气彻底碾碎，只为博我一笑。季璇的手轻轻抱起，事实就这么血淋淋地暴露在了跟前。他以为的柔弱无依的邻家妹妹，一直存着的是这样恶意又狠毒的心思，而真正待他真心一片，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我，却遭他无情的摒弃。甚至他还为了叶韶的荣华富贵将我……痛苦之极，毅然调整好自己心情的叶韶踏入院中，心情颇好的样子。他蹦蹦跳跳地凑到季璇跟前，娇娇地攀着季璇的胳膊：“季璇哥哥，不要太过苛责他们了。苏乔也真是的，即便是放不了心态，也不能用这种手段力图博大家的注意啊。”叶韶抱怨着：“更何况苏乔真是不知足。季璇哥哥，你分明已经许了他侯府夫人的位置，他的下半辈子都衣食无忧了，却还贪心的妄图奢求什么感情？”叶韶含情脉脉地看着季璇：“季璇哥哥，即便是进了宫，我依旧可以代替苏乔陪你的。”不，季璇喃喃着：“我原本只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完于你的恩情，作为补偿，我分明打算日后都会一心一意地待苏乔。”什么？叶韶脸色煞白，但还是勉强一笑，未说出口的话被打断。季璇像是猛然回过神来了一般，将叶韶狠狠甩开，盯着错愕的叶韶。季璇冷冰冰的道：“来人，回禀宫里，叶韶小姐身体有异，无法进宫胜任圣女之位了。将这个毒妇关进柴房，曾经她刻意带给夫人的羞辱，全让她自己尝一遍。后面的发展我已无意关注。师兄紧紧盯着我，如何？”我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厌烦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，只是有些疑惑地反问：“我曾经真有死心塌地地爱过此人？”师兄用沉默肯定了我，看来这场幻梦交易做得很成功。我若有所思，紧接着便问师兄：“交易能否逆转一部分？”对上师兄愕然的视线，我急忙解释：“我自然不是心软到还想与季璇有过多牵扯，只是不甘自己原先能跑能跳的健康身子，现下竟连吹风都有些勉强。”师兄开始四处搜罗为我补全身子的珍贵物件，我也十分配合。渐渐的，我的身子竟以两人都没能料到的速度逐渐明朗起来。可师兄总在半夜焦虑地打转，我知晓他在担心什么。这样的顺利，恐怕有幻梦交易返还的功劳。师兄很怕我会对季璇旧情复燃，可我却很乐观。这天，我问他：“师兄，或许你可曾听过一句话，被爱会疯狂长出血肉。”
看着师兄愕然又逐渐涨红的面色，我笑着说：“我只是失去了对那眼盲心瞎之人的情感，又不是我自己眼盲心瞎了。原来在没有一心扑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对旁人的心思竟能如此敏感。更何况师兄葬爱的手段着实称不上高明，爱意早已四散溢出，在师兄风尘仆仆为我采来的珍贵的药材里，在夜晚小心翼翼的为我增添的炭火里，在精心准备的顿顿食物里。师兄，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你，但应该还没有你喜欢我那样的程度。”我诚恳道：“你愿意和我试试吗？”师兄像是被突如其来的欢喜砸懵了，他几乎语无伦次起来：“愿意，我愿意的。不，我是说……”他眼眶又红了起来。经历了那么多，你还愿意就好。看着眼前人傻笑的模样，我几乎笑出了声。日子过得很是顺利，我没想到还会再见到季玄。再次见到季玄，依旧是在意料之外。我躲在屏风后，听师兄冷着嗓音：“你已然进行过一次幻梦交易，我们这不会再接受你的请求了。”季玄迫切的声音中带着祈求：“千金万金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让我再见他一面就好。”师兄冷冰冰的嗓音中带着嘲讽：“当初硬是要将无辜旁人牵扯进去，现下又装什么痛苦懊悔？不，她不是旁人，她是我的妻子。”季玄痛苦喃喃：“你若是不同意，我就将旁人绑来，威逼利诱，也要达成这桩交易。”我听不下去，终于缓步从阴影中走出。季玄紧紧盯着我：“乔乔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你果然在这里。”望着季玄发抖泛红的视线，我淡淡道：“你我早已无话可说，又何必硬要牵扯无辜之人？怎么会无话可说？乔乔，我们是夫妻，是彼此最亲密之人。”季玄不甘心道：“和离书你没看到吗？没我的书名，那便不算。我深觉此人可笑，圣上自觉对我有所亏欠，早已亲自敲定这份和离书的效力。季玄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”季玄几乎浑身颤抖起来，他恍惚又倔强地看着我：“从前的事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该冷落你，是我偏听偏信，错把珍珠当榆木。回来吧，乔乔，你要怎么骂我打我，我都认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会把一切都双手奉上，以作补偿，只要你肯原谅我。”季玄面带希冀，我几乎觉得此人是得了失心疯，提醒道：“季玄，你莫不是忘了当初的幻梦交易，是你亲自将我对你的情感毫不犹豫的当作筹码换掉。”季玄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摇摇欲坠的晃了一下。幻梦，对，幻梦。季玄抬起头，眼里几乎是漾着疯狂的泪意。乔乔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是我的错，从头到尾都错了，都怪那个该死的交易，把你对我的感情全然偷走了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季玄将叶少也带来了。看着季玄从身后破布袋中拖出的人影，我几乎要认不出来眼前这团狼狈喘息的存在，竟是曾娇艳玲珑的叶少。叶少缩在布袋里，闷声听完了全程，看着眼前向自己缓缓挪动的季玄，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涕泗横流的疯狂摇着头，残破的身躯在地面挪动着挣扎，发出呜咽的声音。我这才发现，叶少的喉咙已经被人毒哑了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切已然来不及挽回。季玄手起刀落，鲜血喷洒在他的脸上身上，可他全然不顾，只摇摇晃晃地朝我看来，面带希冀：“乔乔，那个该死的交易已经彻底不存在了，你看看我。”师兄的手掌挡在了我的眼前，他神色肃然地骂季玄疯子，让他滚。许久，在季玄与师兄的等待中，我才轻笑一声。季玄神色呆滞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温柔牵上师兄的手。“乔乔，为什么？”季玄，当初那场幻梦交易是你亲自逼着我做的。我厌恶地打断讷讷发言的季玄，带着师兄冷酷地转身。今天在这里也就到此为止吧。季玄的神色彻底灰败了下来。我决定与师兄暂停幻梦屋的交易进行，一同踏上了江湖，开始游历四方。我们时常用一些能力，简单的帮助一些人。不久，我收了一个徒弟，将神秘的幻梦交易传承给了他。等他出师之后，我和师兄便彻底当了甩手掌柜，将他丢去幻梦屋重操师门就业。江湖中消息传闻的又快又广，哪怕我没有特意关注，也会被迫关进一些八卦，其中也包括季玄的。听闻侯府的内卫又醉倒在了街头，侯府事务也是不管了。我看着侯府的功业要断在他这一代了。听闻他这样自暴自弃，是因为他曾混账的逼走了自己的发妻，现在又后悔了。唉，我着实觉得无趣，师兄也不爽至极。掌柜的，你们这曲还唱不唱了？都让人闲得只能唠嗑了。唉，来了来了。很久之后的某一天，正在家呢，我不慎被剪子划伤，师兄立马紧张地跑过来捧起我的手，左看右看却觉得疑惑，这伤怎么这么快就愈合了？我也正觉得纳闷，竟有如此奇事，我甚至还没感受到痛呢。疑惑着打开徒儿的来信，信上写：“师尊安好。”总之就是如此奇怪，那人疯疯癫癫的，却以死相逼，硬是要我进行这场幻梦交易，以自己之性命换来您余生往后的不伤不痛。那人要求我莫要与您说，可徒儿心中有疑，不敢有所隐瞒。我转念一想，大概明白了那人是谁，可内心却没有丝毫波动，只嗤笑一声，随意地将信丢给了烛火。师兄，今夜的点心，我想吃城南那家铺子的酸枣糕。师兄惊喜的不确定疑问传来，我却只笑嘻嘻答道：“那取什么名字好呢？”风尘仆仆的信件以势不可挡之势被烧成泪炬，缓缓滑下，可顶端的烛火依旧傲然挺立，燃烧着明亮的光。正如今后我光明的人生